大家好，欢迎来到大卫军情局。今天是美西时间11月20号。路透社今天的独家报道揭开一个惊天黑幕，那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在利用民用船只训练登陆台湾作战。在聊这个具体报道之前我们先回顾一下，在上一周的节目，我曾经提到，如果这次中共要武统台湾，它有两个和其他军队不同的作战办法，一个是军民一块上，第二个它就是蜂群无人机作战和这个机械狗的作战。这不吗？11月20号，也就是今天，路透社来了一个独家报道，它是根据卫星影像结合船舶应答器，然后呢，他就得出来一个结论：中共正在利用20多条民用滚装船，它登陆呢是在广东。这里面有个细节，这个滚装船呢分两种，一种是近岸的，一种是在海中的。近岸的直接它搭一个桥，上面的装甲车就可以呼呼隆隆的开到海岸上去了，这个登陆作战是非常快的。但是呢，它也有一些较大吨位的这种装甲车，那这个船就不行了，那必须是长的那种船。那怎么进岸呢？它实际上自带甲板，也就是靠近海岸的时候，几百米就开始搭建甲板，30分钟搭完，装甲车就可以开上岸了。这里面有第二个细节呢，你不要低估中共的决心。他这次训练征用的民用船只是一些企业的大型滚装船，其中有一部分最北的是从辽宁省大连出发，然后呢，还有一些是从山东的烟台出发，比较近的就是从这个浙江的台州出发。训练场地并不在台海的对岸，不在厦门，那也不是不利于保密嘛。他们选了广东的一个地区，这已经脱离了东海，接近于南海了。这个地方就是广东海岸位置，包括地形和台湾比较相像的汕尾市，其中有一个镇那个地方模拟的是台湾的登陆作战。这个模拟它提前进行的肯定是导弹的齐射，然后把一些岸防部队打散打乱，岸防的雷达防卫系统先给它打聋打瞎，然后就开始大规模的登陆作战。我看了一下它显示的这个图标，那就是台湾适合登陆的地方它全都标出来了。一个是北岸的台北地区，再就是南岸的高雄地区，人家是一头一尾齐头并进，一起登陆作战。那它这登陆里边呢，就有大船能装20台装甲车，咱就说每台装甲车里边有10个作战人员吧，这20台就200这仅仅是一艘登陆船。真正打起仗来，它征用的呢，可能是成千上万的船。这个不仅仅是福建省，包括这个所有的沿海岸线，就是从这个辽宁开始，你就沿着大陆海岸线一直往上数，一直到广东，你只要是民船，就必须接受这个任务，一起征用训练。那第三个细节也非常危险，那就是它在登陆的过程中呢是快速穿插，其中有些直接到了建筑物。这儿你可能就隐含的明白了，岸防部队如果被打散或者战斗力被削弱的时候，它极有可能涉及到第5纵队。就是它在登陆以前，除了导弹齐射之外真正形成彻底破坏力的，可能是在岛内的一些间谍和特务，他们把后门给你打开，然后呢拓展出一个通道，让这些登陆部队快速的占领这个建筑物。这个无人机就不太好实施了吧？那就可能是每栋楼每个房间的进行争夺，你要再往外驱除是非常困难的。那这个报道放出来以后呢，我有一些个人的思考和大家共同来探讨我想
这个应该是路透社放出来给世界人民看的，看看目前的国际格局，包括两岸的华人能否阻止老习的武统台湾，能不能起作用？我们也可以把它理解为路透社对两岸中国人的一次吹哨。那我们先看，那就是中国大陆人民现在武统台湾不仅仅是一句口号，而且是具体的训练计划了。老百姓无法独善其身，你商业企业的滚装船就必须应征，那你能不能这个脱离得了呢？如果说民众不愿意打这个仗，不愿意冒这个险，民意对独裁者有没有制衡的作用？当然了，希望不大，但你总比这个不行动要强吧？这是给大陆人民的一个警示。第二那就是给台湾岛内的，因为台湾岛内有一半左右的人是拼死抵抗，同样呢，也有一半的人说咱们和中共去谈。包括现在台湾的在野党国民党的那个刚上任的主席姓郑那位女士，她还打算要飞100次和老习进行谈判，要感化他。你像老习他没打算跟你谈100次，他也没打算跟你谈，他可能就是你不投降的话，那我就开始硬干，我都开始训练了。也许在他收集的信息当中成千上万的民用船只载着军用的登陆艇他认为有十拿九稳，只要他能把美国人搞定登陆作战不是问题。所以岛内要清醒一些，而且要在岛内的这个统派里边想一想，有没有人成为这个第5纵队，导弹齐射的时候，他把岸防的设施给你搞破坏了，甚至欢迎这些登陆的部队，他给你引到有利的地形，这堡垒有时候最容易从内部进行攻破。第3个呢，实际上是给这个美国和日本看的。前段时间高市早苗首相说台湾有事儿就是日本有事儿，这中共火脾气上来了，开始护照大使，开始这个留学问题开始旅游问题。他为什么这么大反应呢？是因为真的被高市早苗说中了，他真的要干了，现在都进行训练了。对于美国和日本，无论是在法律上有协防台湾义务的美国，还是日美安保条约不能独善其身的日本，你真正打起来你不可能干看着，你必然要介入。要介入的时候，你就要考虑他这个登陆的不光是军方，军民一体，上万只船，你到底打不打？你到底打谁？要不要担心人道主义的问题？你如何解决军民混杂一块的问题？这个难题可能需要这个国际社会共同来探讨的。好，通过这件事这个报道，我想接下来的1周左右各地可能还会再发酵下去，尤其是台湾岛内的朋友们，如果中共的独裁者确实下了决心要在川普任内完成武统的话，现在准备其实也不晚。我昨天节目讲过了，台湾的方面向900多个家庭发放了新的国防手册，这里面既有维持这个15天之内断网断电你如何生活的问题，应急的用水食物的问题，饼干的问题，还有就是当在街上你看到了这些登陆部队，然后呢你如何应对的问题，大家可能要尽快去上报或者躲起来了，不要和他们产生这个纠纷。因为在他们眼里无所谓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他们认为只要是不支持统一的，那就不能算中国人了，他们下手是不会手软的。所以说越了解真相，越有利于两岸的中国人以及国际社会行动起来，希望大家能够避免这个战争，和平对咱们每个人都是极其重要的。好吧，今天就聊到这儿。明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中共另外一个不按套路出牌的新战法，那就是他要上市新的战警机器人。这些它根本就不是战士，没有感情，
它就是执行指令的机器。无论是登陆作战，还是巷战，或者一些排雷呀、危险的这种堵枪眼的事儿，这些机器人就上了。那台湾的民众，你是否做好相应的对策和准备了呢？我另外一个频道大卫观点，今天的节目是为什么中共的元老不像以前那样能够对现任的主席习近平形成制衡？如果您感兴趣，欢迎关注我另外的频道大卫观点，这两个频道咱们每天都有更新，明天见。